俄军称首次用柳叶刀巡飞弹击毁豹二坦克，西方又一个神话被打破了。但是啊，这个事儿也有可能是一个大乌龙。要说起来呀，中国比俄罗斯更有能力打破西方的这个神话。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俄军说呀，他们就干掉了一辆德国援助乌克兰的豹二 A4 坦克，并且发布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看起来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模糊啊，看得不是很清楚。它显示的是巡飞弹当时去寻找并且盯住这个目标之后，把这辆豹二给干掉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吧？所以这个视频一发出来之后呢，大家也就说了，你看被吹为神话的这个豹二坦克，它也很容易也就被干掉了嘛。不过后来啊，就说呀，这事情啊，它很有可能它是个乌龙事件，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啊就仔细的辨别了这个视频。如果说这个视频是真的的话，那么显示被干掉的呀，它不是这个豹二 A4 坦克，是什么呢？这看上去也挺像坦克的，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这个美国生产的约翰迪尔的4830这个拖拉收割机。因为它那个收割机这个臂啊一折叠起来，在上部上后挺像一个炮塔加一门火炮的，所以这个被干掉的这个呢，它肯定就是个大收割机了。所以这个事呢，到底是一件大乌龙呢，还是说这真的是这豹二 A4 被击毁了呢？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件事啊，我们也倒是能看出那么几点啊。首先讲，我们说这个任何一种武器啊，它都不能被神化，都不是什么神奇的一个传奇。最早说是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M777的这个加榴炮155毫米加榴炮啊，神话到最后发现其实它效能也就那么回事。再后来不就是海马斯火箭炮了吗？然后还有爱国者系统，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后来这个俄罗斯的匕首也被神化的很厉害，这高超音速武器。但是各种这个迹象表明啊，这个匕首很有可能也是被乌克兰给拦截了。所以这任何一种武器你都不可能把它去神话来处理，当然这都是双方各自的一种舆论宣传的需要而已了。第二点，我们看到啊，这个技术进步啊，它将改变这个作战模式，甚至呢，它会改变战争的形态。你看现在这个反坦克怎么反呢？大家后来都想到，都是用这个武装直升机啊，这武装直升机打坦克，那就是跟开罐头盖子一样，从空中一下来一个，一下来这么一个啊，是这个坦克的重要的杀手。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啊，实际上这些无人武器，像巡飞弹本质上它是一种自杀无人机嘛，像这个巡飞弹这些东西，它效果就非常的有效，而且呢，从这个以前来说，这个打击特别的重要，比如说你这个弹药威力特别的重要，对坦克的时候，火炮的口径就非常重要了。现在就发展到呢，这个战场的感知力是特别的重要啊，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化程度啊，对这个杀伤决定的程度更大一些。你是否能够非常准确的发现目标，或者说你能够准确的发现你周围对你威胁大的目标，这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坦克是否会被干掉，以及坦克能不能躲开被打击的这种遭遇。所以由此来看这些事情都是依托于技术的进步才发生的。所以这次我们通过俄乌冲突也可以看到，这无人机作战是异军突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任何一种武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可能会有到达一个极限。你就比如说坦克吧，你那个装甲呀，你的火炮的口径也总是有一个头有一个边的。那么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依靠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这种全新的技术概念的发展，以及这种全新的这种技术装备的出现，那对战争的影响会非常的大。而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强项。我们国家在传统的一些技术领域上来讲，它还有很多地方是要赶超的。但是在一些新兴的方面，比如说在智能化、在信息化、在对战场的感知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是走在了前面。特别是像这种无人化武器、智能化武器我们现在在全世界那绝对是一流的，而且甩开了很多的国家。你看看那个珠海航展上，我们展示出来这些东西，那俄罗斯都没有这些东西如果说要是反坦克的话用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来打这些坦克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更强。